哎，正好，这结束也就到时间了。操他妈的！那么我们这节课还是改作业，然后我们之前作业图包里面有给大家找了很多参考图呀，我们好多同学自己找图片，对不对呢？但是我们自己找的话，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有的图它不适合去做这个光影色彩参考，因为我们同学上课的时候要听清楚老师的要求。那么问题不大，还是继续来看一下吧。这个同学是完成的非常认真的一个同学，所以我把它放到前面去讲了，因为只让他只让他做了一个，然后他做了这么多，但是问题也很明显，看起来灰灰的。我们同学自己我同学自己也说，这个颜色虽然找了很多，但是看起来灰灰的。随便找一张看一下吧。比如说这张中间这张，很明显感觉你自己再看的话，是不是能感觉到很明显，就是他的脸好像灰灰的，然后衣服像不是白色的衣服，是变成了粉红色的衣服。首先你这个背景颜色找的就不是很好看，你有没有感觉？这个紫，首先这个背景的这个紫就不太好看。那么我们来稍微修改一下，看一下。好，把它背景先换一个颜色看看，颜色稍微把背景的颜色也稍微提亮一点哈。比如说这个紫，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紫色它是一个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有说过，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紫色和这个红色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的颜色，它很容易画脏，所以我们用这里的用这个红色或者蓝色或者是右下角这些颜色的时候，你要尽量你可以尽量把颜色就是取的这个轻一点浅一点。对吧？稍微亮一点，颜色就不会那么闷，它就是不是一下子就火起来了？但是也比你原来的这个颜色，比原来这个颜色更鲜艳一点，但是它没有这么重。其实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太重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每个颜色它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颜色都有自己的性格的。比如说像这种紫色和红色，它就是很浓墨重彩的一个颜色，那么你用的时候就要尽量去把它，让它轻一点，用下手轻一点。好，然后很明显是这个皮肤的颜色是不是看起来很灰？你在这个基础上去，还是我上课的时候讲的那些方法，让它有这个原来的，按照我上课讲的方法去调，大胆一点。吧，现在看的话还是有点灰，对不对？因为你的这个主要的这块衣服，它的明度还没有拉开来，我们再去全都把这个有问题的地方都改一下，整体都改过之后，它的这个就很明显了。衣服，好，我们假设状态的衣服是蓝色，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偏蓝的这个白色，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的原来的颜色设定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根据经验来说，白衬衫的话，你以偏蓝的这个白色做底色，颜色会更干净、更通透一点。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把这个白衬衫设定成这种偏蓝的这个底色，然后我们之前讲过蓝色怎么去同系的这个颜色怎么去让它有一个色彩倾向，那么肯定是调色盘往近的地方偏，对不对？往左，然后这个饱和度往左还是往右，你可以自己调一下看看。往右的话，它颜色太紫了，那么你就往左。啊，这样稍微这样一衬托，他的脸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灰了？你看一下，原来的话很明显，你感觉他的脸灰的，很苍白，像没有活力，或者没有不像是人的肤色，对不对？那么你把这个衣服也调一下，一对比一下，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就更稍微就是舒服一点了？然后眼睛也可以稍微再调一下。它们同样是在差不多的一个色相里面，那么你怎么样好还是怎么样好看怎么来吧。这样可能感觉它这样有点太紫了。
它的原来的颜色是一个偏蓝的颜色，那么它的颜色可能会受到这个紫色的环境色影响，它的眼睛的颜色可能会稍微的深一点，然后纯度稍微高一点。然后我们在讲的时候有说过，这是眼眶这个颜色也可以稍微调一下，对吧？眼眶这个地方，这里的眼眶也有一点黑，可以用去眼眶一般用什么颜色？用你先吸一下眼睛的颜色，然后稍微深一点，稍微深一点点就可以了，不用这么深。我们还是用这个用我们上课经常用的这个圆形的笔刷来。还有这样他的眼睛是不是这样看上去更过度的稍微再自然一点呢？然后头发的话，头发我们讲的时候也有一个过渡的这个过程。头发有一个像紫色过渡，对不对？像紫色过渡，那么紫色，试一下看看。这样它有一个头发渐渐延伸进紫色的空气里面的感觉。再加一层吧。我们一般2到3层，正常的话，正常过渡的话，像这种打小稿的话，一般过渡2到3层就可以了。过渡再多的话就会变乱，对吧？我们现在打小稿的时候是极简主义，然后重色可以加一点，稍微额前这个地方稍微加一点点重色在里面。这样它这个层次感就出来了，对不对？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和原来的这个颜色相比，它的颜色是不是更通透、更鲜活了一点？首先就是你要了解我们说让同学们去自己选这个背景颜色，对不对？你首先要背景颜色首先要选好看一点，要了解这个颜色的特性，对吧？然后像下面这个我同学这个中间段的这个色调取的颜色都挺灰的，那么你的这个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地方的颜色，我们把颜色分成四个。我们看一下这个色盘，我们一般会把颜色大致分成四个角，对吧？4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左上角这个地方，这里的颜色有什么特点？它的颜色就是，这里的颜色很亮，然后它纯度也很低。那么这里的颜色就容易表现出一种很愉悦、很轻松，很安详、就是很积极的感觉。然后像右边这个地方右上角这里的颜色的话，它还是明度很高，但是它的纯度也变高了。那么这里的这个颜色，它一般会给人什么感觉？比前面的这个颜色，这里的颜色会比前面的颜色更活泼、更有活力。它们同样是表现一种比较。同样是经常用来表现一种很轻快的明亮的色彩，但是它这个颜色会更热情、更有活力一点、更活泼一点，然后这个可能就会淡雅一点、更文艺一点。然后像这里，我们这个同学这里这几个颜色就是很明显，它大概是在这边这1/4的地方。这个地方对吧？偏下有点偏这个地方，那么这里这个颜色它就有一种很沉闷的、很古板的这个感觉，所以也就是我们同学为什么会说感觉自己的颜色看起来灰灰的。那么这里因为这里的这些颜色，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吧，大概也是在这个黄这个颜色可能会稍微再亮一点，但是还是偏向于中间的。然后尤其是这个地方，这个颜色，总之都是在这个地方，对吧？这里的颜色，尤其是这个往右边这里很灰的这个颜色，它的颜色可能这个地方颜色更古朴一点。一般我们会用它去画一些比较
安静的、比较古老的，不是古老的，就是很厚重的一种感觉，对吧？能感受出来吧？像这里的颜色就是闷的，然后再像右边这边的颜色就是很重。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有一直强调过，这里的颜色很重。这里的颜色它纯度很高，但是明度也很低，很重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它通常会用来去画一些很有电影感的或者史诗感的这种画面。用来画一些比较重的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很重的这个浓墨重彩的一个感觉，对吧？好，这是我们颜色的特性。那么颜色灰的话，那么很明显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颜色取的原来的这个底色可能就取的有一点沉重。那么你可以让它颜色稍微的轻快一点，好吧？稍微的这个颜色稍微亮丽一点，轻快一点。那么我们新手去画的话，尽量一般来说用上面这里的颜色不容易出错。你用下面的颜色的话，如果用下面这些颜色的话，它很容易就是画灰或者是画的颜色很沉闷。但是如果是用新手的话，或者是不容易出错的颜色的话，还是一般都是这个中间上面这个地方，或者是往偏左一点，像这里的颜色。当然，具体的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分析。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是这个衣服，像这个衣服的话取的还可以，然后这个脸也还行。这个脸为什么看起来有点黑？可能应该是这个眼睛的这个原因。我把颜色取的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重新建一个图层吧，4083。好，这颜色稍微深一点，这样因为原来的颜色很亮，那么对比起来就会感觉它的这个脸会有一点灰。那么我们看你这个什么样，你既然很多时候就是既然我们自己已经能感觉出来是什么问题了，那么你就和你觉得你发现的问题就去相应的去从相应的这个角度去解决。比如你觉得颜色很灰，那么你就把饱和度提高一点；颜色很暗，那么就把明度提高一点。然后这个眼眶这里仍然是可以稍微的把这个眼眶之间的过渡不要这么明显，好吧？然后还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头发这里也可以加一点，头发这里可以来一点过渡。好，单纯的。那么我们这个像这个背景颜色取在中间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走势是不是应该可以往这个地方，取色趋势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往右边偏一点？不要直上直下，可以稍微往右这个有一个往右的趋势。当然，这个趋势大小都是根据我们自己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就可以。然后这个只是一个建议或者是方向，对吧？往这个方向去走。好，这样有点太轻了，那么我们就回来一点。好，这是一层，这样它就有一个融入和背景往这个往背景里面有一个纵深。大概分成3层这样。我们看一下，好，这样改完之后，它颜色是不是就相对来说更活泼了一点？因为它的这个颜色本身会有一个性格。好，然后这个问题也很明显，你的这个眼睛的颜色有一点失真了，它看上去不像是这个原来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有一点
和原来的颜色相比就会有一点偏差，有一点大了，好吧？因为这个是前面我们的这个绿色或者是紫色，它是一个中性色或者是偏冷的颜色，和我们原来的这个眼睛和衣服的颜色是在大概同一个区域都是在这个蓝色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颜色取起来会比较好判断。但是像这个的话，你的背景色是大概一个对比的一个关系，它是一个差别比较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同学也会有一些这个疑惑，两个方法，一个是根据平时的经验，或者是你可以去找参考去看别人是怎么看别人都是怎么处理的。当然像这种白衣服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它其实是有很多处理方法的。那么我们去找参考图的时候，你可能会找出很多不同的答案，你可以都去尝试一下。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找抄老师的。先学会一个最基本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先学会最基本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去等你以后有机会再去再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再去学会分析更多的东西。其实这个颜色，我们同学找的这个颜色，它有点像我们参考图的有一张，对吧？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上课的时候来讲。大概是衣服是这个颜色，然后这个背景颜色在这个地方，那它应该是不是这个颜色是不是应该往右边走，不是往左边走，往右边走，好吧？衣服原来的颜色设定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这个环境色大概在这个地方，它稍微还是偏向右一点。那么我们把颜色稍微，哎呦，好深的，斯密马赛好深的。颜色明度，哎。我刚才吸的颜色怎么又跑这边去了？这个跑的有点太偏了。我刚才吸的是哪儿来着？这个跑的有点太偏了，好吧？我们从这个右边这条路走。那么首先还是这个明度差不多。好，这样这个颜色就大概是这个和这样这个颜色和前面的差不多，对吧？明度再往右一点。好，然后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眼睛，它这个眼睛绿掉了。我们还是先吸一下眼睛的颜色。那么它本来颜色是蓝色，那么往右边走。好，大概这样一个感觉。我发现这个颜色，这个眼睛的颜色，尤其是中间这个眼睛的颜色，我这个同学总是把它画得很亮。当然画得很亮也可以，但是因为这个原来的这个人物设定，它颜色可能会这样会比较柔和，看着比较舒服一点，对吧？然后就是还是老问题，就是眼眶的颜色也要稍微改变一下。一般来说，我们的眼眶的颜色和头发差不多，你可以眼眶的话和头发差不多的基础上，如果你觉得有点重的话，你可以稍微浅一点，或者画的时候稍微轻一点，或者最后细化的时候涂一点这个覆盖一点皮肤的颜色都是可以的。好，然后这个眼睛周围的颜色还是这样。在眼珠的基础上加深一点点。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的这个训练目的就达到了。然后像这个的话，你的这个随着这个颜色的感染力变强，你就可以大胆的在这个颜色周围去，像这个颜色它是这个在这边的话，那么这样像这个颜色它是一个类似于对比色之间大概是这样一个角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往左还是往右都没关系。这个两边，像这种基本上是180度的角度的话，那么你往左往右都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尤其是像这种感染力比较强的一个背景色，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同学走右边这个绿色，它就比较和这张画的很好，这张的这个
感觉拿捏了，这张拿捏住了，好吧？然后我们改了一下中间这几张，那么这张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两张的颜色也是有一点，有一点灰，我们后续可以稍微去修改一下。等这张还有一个，这张稍微还有一个头发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头发，环境色，我大概先画一下好吧，然后环境色是这样的。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我跟同学其实在画了这么多张之后，到后面这几张已经有一个已经这个最后一张进步很明显，然后还有这张的这个头发颜色有点轻了。那这张头发的话，视野中心可以稍微加重一点。这样有一个层次的感觉，对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眼睛可以稍微再，哎呦天呐，怎么细，怎么成这样？可以稍微深一点，好吧？问题不大，感觉这样会更舒服一点。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那么下面这个我们同学也做了，这个同学真的很认真。乐观、期待、惊讶，总之都是一些比较积极的，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氛围。这个颜色取得也挺好，就是过度的话，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这个颜色过渡，不要笔触不要太明显。我们在画的时候，后期去细化的时候，可能会通过这个笔刷质感去做一些风格化的东西，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看到的笔刷虽然看上去很随意，但其实也是经过细心处理的，不是随便去涂上去的。然后不要让你的这个笔刷的这个感觉太明显，比如说像这里很明显就是一笔画过来的，对不对？那么你可以一笔画出来，但是这个构成你要同时要考虑它的构成的这个过度的这个质感，比如说不要这两笔一样粗的话，让人感觉就不太好看，对吧？你可以让它们之间互相稍微融入一下，稍微让它们之间的互相有一个这个形状变化，或者是有一个互动，不要像这个站桩一样，或者是排队在这里排进来。让他们，你可以吸取周围的颜色，然后让这些颜色之间互相运用你的笔刷去浅浅的去互相让这个颜色互相融合，让他们可能之前这个站桩的感觉是什么呢？像是一对小朋友排坐，互相不认识。那么现在他们就是我的颜色要有活力，怎么有活力？那么小朋友要互动起来，不要死气沉沉的站在那里，对不对？那么怎么互动起来？就是你可以吸取周围的颜色，然后轻轻的让他们之间互相融入、互相进入一下，互相交个朋友之类的，对吧？然后改变一下，我们之前有一节课有一节课是讲的内容是什么？改变色彩比例会带来不一样的画面效果，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稍微根据之前学的东西去改变一下色彩比例，让我们的颜色更加鲜活、更加生动一点，对不对？比如说像这里这一大块黄色，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做一点变化，让它们的颜色，稍微的再灵活一点。那么，这样的话，两边的颜色很明显，可能这边我们可以再处理的再大胆一点。
虽然是有笔触的，但是轻轻的让你的这个笔触让你的笔触有一个深浅变化，然后形状变化，不要太拘泥于它的这个固定的笔刷的形状，不要让人看出来。你要掩饰好，你像你的笔刷像一个特务一样，你要掩饰好你的笔刷的形状，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你的这个真实身份。好吧，然后很明显这边的这个处理会更丰富、更细节更多一点，然后这边就会很明显它，而且这一块颜色和这一块颜色看上去很像，对不对？形状很像，对不对？然后这一块的这个粗细程度和这一块的这个程度是不是也很像？这边就是小朋友在站桩，对不对？这边就是融化开来的感觉，就是笔刷的笔刷要作为一个特务潜入进去，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这个。我来写一下吧。笔刷的运用，这个是我们这个同学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好吧？这是背景。然后像头发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这个头发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还是它的这个颜色分布的问题，其实还是老问题，就是笔刷的运用。这样层次看上去会更加的这个，看上去更舒服一点，对不对？之前的这个笔触是不是有一点混乱？好，大概是这样，然后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这张虽然我们之前改了这个背景颜色，但是这个背景颜色在用在这个氛围里，我们刚才怎么描述？这边像这里的这个颜色会比较沉闷，比较这个能量比较低，对不对？然后这个如果是这个用到这里的话，那么就这个时候灰一点没关系。因为它就是要去表现这样的一个情绪，对吧？然后你中间我们的颜色它是可以，虽然我说这里的颜色它很容易画的沉闷，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颜色不是只画这一个色块，而是在这个颜色里面去做一些变化的话，你是可以通过这些小细节的修饰，或者像设计感之类的小的修饰，去让这种颜色有更多的这个更丰富的这个表达。像这个也还可以，就是衣服注意一下衣服的这个过渡。衣服的这个过渡的颜色，不要有这么多这个模糊的这个，因为这样感觉这个涂抹会有一点油腻或者有点糊，对吧？颜色过渡也是要稍微有一点这个，其实和刚才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笔触过渡的感觉，这个你要自己用这个自己去感受一下，对吧？就是你用笔刷的时候，笔刷是会有一个这个笔刷不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笔刷，然后我上课的时候一般都是用这几支笔刷嘛。我用的这个笔刷它是有一个深浅和过渡的感觉的，这些都是我也这么长这些笔刷都是我这段时间在网上各个地方搜罗来的感觉比较好用的笔刷，然后也有一些是我自己调的。总之就是笔刷它不是重点还是你怎么去用它，你要熟悉一个笔刷质感。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课的时候，其实这么多笔刷它都是
后期修饰的时候会用到的，或者是线稿啊之类的用到的。但是我们一般去铺色，或者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一般只用了几个笔刷，对不对？因为其实笔刷它对我们这个画面，对我们画画影响不是特别大。我们要主要还是你能够熟练的去掌握这个笔刷，好吧？有的时候像很多这种笔刷，它都是投机取巧的那种。最根本的还是去熟练的运用。好，这个和这张应该是之前的这张对吧？这个和改之前这张还是和改之前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可以稍微再深一点，在这个基础上颜色稍微深一点。哎，我刚才点到啥了？这个我们还是用这个笔刷好吧。好，然后是眉毛。画的时候不要忘记小细节哦，比如说像这个眼睛的这个睫毛这里这些小细节，我感觉我这个同学应该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其实很明显。哦，应该有注意到，但是没把握好，因为我看到这里有笔触。我刚才画的东西呢？眉毛可以稍微中间稍微深一点。刚才很明显，它这个眉毛的这个整体色调和原来的和这个整体的这个其他色调不太搭，它是应该是这个偏绿的一个颜色，这样整体会相对来说更和谐一点。这张就让人感觉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想看到这张画，感觉这个人想刀了我一样。这个我同学这个颜色把握的挺好的，然后还是其实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笔刷的运用，好吧？这个背景颜色也还可以，就是这个掌握的很好，就是笔刷。笔刷可以稍微在这个，让你的笔刷不要意图不要这么明显，你的笔刷想一下子把我干死的这个意图不要太明显。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用笔刷的时候，也要稍微考虑到我们第二节课，第二部分讲到的这个构成方面的这个问题，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整体的背景颜色都很重，那么你可以让边缘处的颜色稍微的，让边缘处的颜色弱化一下，然后去突出中间的这个颜色。我之前上课的时候讲过，就是对比的话，不仅仅是使努力的去加深这个颜色，也可以稍微去降低周围的颜色，它同样起到一个对比的效果，对不对？比如说像这个时候这个场景就运用到了，像这个场景的话，你的这个本来的颜色就很重的话，而且像这个颜色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去画重的颜色，那么你在用这个颜色的时候，我要知道这个颜色有自己的这个性格，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征，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反过来想，你不要去使劲加重它的颜色，你可以稍微降低去对比衬托，然后稍微调一下这个色相，对不对？去让其他地方的颜色往后退，那么你的这个视觉中心的颜色自然就上来了，自然就凸显出来了，对吧？好，然后一些细节方面的话，还有这个红色，还有很多细节方面的这个颜色怎么样去排布，具体的参考我们的色彩构成的内容去看一下。好，然后我们同学选的这个红色也把这个我们同学选的红色也稍微搞进去一点，加进去一点。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要相对有意识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或者这个色域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怎么样画才能去表现出把我所选的这个颜色画好看。那么其实你在画一种颜色的时候我们在想要去刻画一种颜色的时候，不用说一定要去画这个颜色，你可以搞个斜修反其道而行之，你不去画这个颜色，你去画起这个颜色周围的颜色，然后让周围的颜色去衬托它，就是鲜花要绿叶去衬托，对不对？你让这个绿叶绿起来，那么你的这个花也会鲜艳起来。超抽象的比喻。好，这样很明显，左右两边的这个处理上面是不是右边这个颜色可能处理的会好大的蚊子，可能右边的处理会稍微更细致一点，然后左边的话它的笔触就很明显，像这种不规则的笔触看上去就会破坏我们画面的美感。这个同学需要抽了几张比较明显的去改了，然后其他的我们同学想自己再去深入去修改的话也可以，自己再去精进的话也可以。这个是这个同学的第一个作业，用了好多图层呢。好，然后第二个作业，这个同学他这个作业也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同学，就是可能我这个作业没在群里面给大家提过，我上课演示的时候说了很多次，就是我们用这个老师给的这个参考图，因为我们如果我后面很多同学他都是自己去找了参考，对吧？我们后面在这个自由创作的时候，你可以去找这个参考，但是这个阶段我们还在练习的时候，可能老师给你找的这个参考会更方便，更有针对性一点，更方便我们去练习。因为有的同学他找参考会不太适合去做这个色彩参考，有的可能他更多的是灵感的参考，或者是打光之类的其他的参考，好吧？上课的时候注意老师说了什么。然后这个同学这张做的还可以，这张挺好的，就是首先看一下，喝口水。大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铺色方面，这个我们同学找的应该是自己选择的，应该是手动铺色的一个方式。这个处理的挺好的，就是有一些细节方面，大的整体的感觉还是可以的。有这个参考，有好好的利用到。然后像这些看一下这张参考图的它这个颜色，它的这个调子是很长的，那么它的这个暗部可能会颜色会往右边更往右一点哦。我们来看一下，稍微这里的这个暗部，原来的这个参考图的话，它的用色可能会更大胆一点，更重一点。我们同学在自己处理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考虑到这个会有这个不敢画的这个情况，对吧？就是你的颜色取得太灰了。好像一些这个暗部完全可以大胆的去画。好，这个颜色是很重的。那么亮部也是亮部也可以稍微在这个让你的这个颜色明显一点。我们这个环境色的话，它的这个颜色可能是这个人物本来的颜色可能会它本来颜色是红色，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颜色它取的可能不像原图这么重，但是你可以稍微的重一点点，稍微的这个有稍微的红一点，但是不用像原图这么重。好像中间重色的部分。因为你这个头发它是黑发，对不对？所以即使是受光，它的这个明度也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它更多的是色相上面的变化。好，其实我同学这张的话，问题还是和之前的一样，就是有一点灰了，你不太敢画。好，这样大概这个过渡稍微过渡一下。这样忘了留原图，算了，没事。好，然后这个皮肤的话，也是原来的这个参考图里面，这个人他可能肤色会更重一点，他这个是写实的。那么我们去画2次元的时候，颜色可以稍微的就是稍微的这个保守一点，或者是也画浅一点，对吧？你画浅一点更好掌握，画太深了容易画重，但是这样画也可以。好，稍微注意一下它的结构关系。还有就是眼睛，因为像这个原图的话，它可能没法参考到眼睛。这个时候，我们去画参考的时候，不仅要结合这个参考去分析，还要自己去根据自己的这个之前学的理论去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参考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蓝色没有参考，那么蓝色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很明显就是把蓝色画成绿色了，对不对？这个差的有点大了，区别有点大。我天哪！区别有一点大，吸不了了，那我们直接画。试一下。它可能是更偏向于蓝紫色的一个颜色，没有那么绿，稍微会这个绿一点，但没有那么绿。像这个颜色也是太有点太绿了。那么我们如果我们同学不知道怎么找的话，还是我们从头再来一遍，好吧？它原来是这个蓝色，对不对？那么它受到一个偏黄绿色的这个光，稍微拉这么一点点，其实稍微有这么一点点变化就够了。啊，这样还能看出来，至少这样可以看出来你的原来的这个颜色。这个然后的话就是衣服这里的问题也很明显，就是它这个衣服的明显是黄绿色的色调。我们在画眼睛的时候，我们同学很好的去把握了它的这个光的这个色调，但是画衣服的时候又一页回到解放前，对不对？这个衣服大胆画，我们胆子不够大。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吸不了，我们就要手抠了。可以。好，反正画错了再去改嘛，你去试一下，对不对？这样有这样一个色差很明显，它颜色是不是会更丰富一点？比和之前比起来，我重新开一个图层，和之前比起来，这样是不是颜色稍微有这么一点点色调的变化，会更丰富一点，也更贴近一下原来的这个颜色？那么我们要大胆的去画。甚至我感觉更绿一点也可以，因为原图的话，它这个，我们仔细看这个原图，它其实这个颜色这个亮，这个衣服身上的这个曝光还是挺明显的，而且像这种亮部的颜色，它一般都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像这种地方的话，因为它是一个灰色，那么灰色的话，灰色它的颜色的显色程度不是很强烈，那么你就可以大胆一点，把这个色相跨度稍微大一点。它不像是这里的颜色，你稍微跨一点点颜色就会差了10万8千里。像这种灰色，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颜色的色度很轻，它的变化程度也很轻，对不对？你就可以尽量的去大胆的去改变，大胆的去变。好，然后是这个，
其实像这个脸部的这个暗部也可以稍微的这个，我们试一下怎么样把它改得更好看一点。好，其实你可以，你这个暗部的我们的颜色要往下面取，对不对？这个暗部不够暗。好，然后是这个眼球，对不？暗部明度，我们看啊，原图的话，它的这个明暗差别还是蛮大的，对不对？那么刚才这个颜色没有原来的这个，比原来看上去更灰，是因为它的对比度没有拉开来，尤其是脸部。尤其是像脸部，它处在视觉中心的话，那么你可以大胆的去把它的这个视觉明暗关系要大胆的拉开，好吧？然后这个颜色也是。大胆的去把它的黑白关系拉开，然后这个衣服这里，因为这个衣服的话，它是白色和肤色会有点色差。那么我们仔细看这个参考图，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衣服的阴影部分可能偏黄一点，是不是？这个颜色更偏向和肤色的话，它会偏红，但是这个衣服相对来说是更像橙黄色。那么我们还是稍微的把它明度拉开一点，大胆的去画。这个皮肤的话，这个胳膊也是，胳膊不要了。稍微浅一点，这个皮肤颜色稍微白一点也可以。这张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原来的这个头发的对比度有点强，但是脸和身体和这个衣服的对比度，刚才的话有一点浅了。然后就是这个形状上面可以稍微饱满一点。好吧，这样看上去会更有冲击力一点。然后就是这个明暗交界线可以稍微加深一下。这个是这张，然后我看一下这个亮部这里，因为它这里是处在亮部的一个阴影，所以它会受到周围的这个散射光的影响，所以这里的这个亮部稍微浅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这种整体都在暗部的话，你可以稍微把它整体都压暗一点。然后下面这张其实问题和上面的是一样的。好吧，那这个我就不重复改了。然后这个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两个眼睛画完之后，怎么本来一个亮一点，一个暗一点，不是分的好好的嘛？画到后面，画到后面就这个地方又忘记了。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暗下来哦，因为它是处在暗处了，对不对？我们在画的时候不要画着就跑偏了。我们画的同时也要时刻注意这个明暗或者是大关系的这个变化。你即使在这个刻画很多细节的时候，
在刻画细节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个整体的这个关系。如果我们同学，我同学有学过素描或者是学过这个传统美术的话，老师经常会强调一点，就是整体大关系，对不对？如果你的大关系没有把握好的话，那么你的细节刻画的再多，这个画面效果也是提升不了的。好，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大概说一下，好吧？更多的我就先不去修改了。再比如说这个眼睛这里明显就是发绿，对吧？像这个暗部的话，很明显它整体这个参考图它明显暗部都是偏红的，对吧？它亮部还是偏绿的，暗部是很明显偏红的。那么我们取这个颜色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取一些偏红的这个颜色？你去让它透出肤色的时候，这个浅的颜色，你可以吸一点肤色扫上去，或者是你自己选的话，也不要选像一开始那样，相对在整个环境里边都太白了。我不知道我们同学能不能感觉出来，比如说像这个地方这个颜色，它虽然本身很灰，但是它放在这个整体环境里面就有一点太灰了。啊，这个也是颜色太绿了。好，中间段可以稍微加深一点。好，然后看一下同学的问题。刻画部分的话，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你首先刻画，你首先在你能够确定好像这个一样的大的这个关系的基础上，其实看上去很困难。你跟着老师一起操作的话，很简单，就是加点闭塞，加一点这个头发丝，对吧？根据我们的这个色彩构成的基本原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不要平均，刘海不要画成这样，对吧？刘海你要有粗有细，有个主体，这个样子，然后随便加一点头发丝进去都可以。注意这个头发丝的厚度不要和原来的这个一样粗。一样粗的话，它又是有平均的话就不太好搞，会不太好看，对吧？然后像耳朵这里可能有一个闭塞可以加一下，对吧？像这个整体，如果说这个亮部整体都很整体这个颜色整体这一个色块你感觉有点简单有点枯燥的话，你就稍微的加一点点点缀，比如说像这个闭塞，对不对？然后本身的这个头发，看你的划分好吧。像这个可以，我觉得原来这样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想加一点这个重色在里面也没问题，这样会让你的头发的立体感可能会更强烈一点，就是你加重色的话。这个体积感和质感的这个塑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同学这里的这个笔触和之前的老问题，就是这里的笔触过度的话有点乱，你稍微在这个画的细腻一点。好，然后稍微抽一根，其实你看稍微抽一根发丝出来，它的这个完成度就感觉不一样了，对吧？这个不要太纠结，也不用太纠结，反正你按照老师教的步骤画的话，就画出来了，就能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有老师会给你提供一个方向，但是后面你会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还是包括我们在自己画的时候，这个都是没办法，就是直接把最后想要的效果直接把它给像打印机一样打印出来，对不对？我们是在不断尝试中，发现这个好像可以，那样好像可以，然后慢慢去尝试出来的。你一开始可能只是脑海里面大概有一个大概的谱子或者大概的这个
模型，大概的模型，好吧。然后刚才我们同学这里有一个空气的这个颜色有点突兀，好，可以把这个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有很多像普通的像一般的这个情况下来说，亮部是暖色，暗部是冷色，那么我们的这个暗部会反那些冷光，对不对？但是这个环境下它的整体都是一个比较暖的光，那么它这个暗部的反光，你也可以用一些比较用一些这个和暗部色调一样的这个颜色去反这个光，就不用就不要去套公式，还用这个冷色去画这个暗部的反光了，对吧？好，这里这个颜色稍微过渡一下。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还是注意一下这个笔触，好吧？刚才这就是我刚才说，你这里有排线，对不对？在这里加排线了，但是这个排线，如果你想去加排线的话，你不要加这么糙。你如果想要排线的话，你最后加质感，你的排线可以稍微细一点，在这个需要的地方稍微加一点。不要整体都加这个排线，因为排线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是去增加这个质感，增加完成度，它不是真的全都是用排线排出来的，对不对？啊，像这个颜色的这个色块，整体我们排线，如果说我们要去用排线增加完成度的话，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你排线不要破坏它原来的这个素描关系，对吧？排线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是去增加刻画这个画面的，去增加我们画面的内容的丰富度，但是它也是只是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不要把最基本的东西。不要把最基本的这个明暗关系破坏了，比如说像这里突兀的来几道黑线，它明暗关系不就有一点被稍微改变了一下吗？但是如果像这些地方它本来就有一个明暗过渡的话，你加一点排线，它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然后就是这里的这个眉毛不要忘记了。因为像这种很小的这个点不注意的话，也会对我们的画面有这个影响。啊，眉毛被遮住就被遮住，不用管它。这个是这个色块，比如说像刚才改的还有什么地方？还有这里这个，这里的这个颜色色块的形状，对吧？稍微注意一下细节，颜色的这个过渡。好，再比如说像这个视觉中心这里颜色过渡比较硬的话。你要干脆果断一点，然后像这些地方比较柔和，这些地方比较硬，我软硬之间可以有个对比，不要通篇都是软的，或者是通篇都是硬的，像这样就差不多，对吧？如果想排线的话，这里排一点，稍微有一点让它的缩小的看，让它有一个这个变软的这个颜色过渡的感觉，这样是可以的。好像这个暗部这里也是。好，这个其实暗部我们刚才改的和我们刚才改的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在去细化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关系破坏掉。比如说像这个暗部的话，它还是。包括你的这个一根头发，让你的这个颜色不用太反光，要结合着这个环境去看，不要背公式。那么具体的还是你可以在这个改过的基础上去加发丝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衣服的话，我们也是这样，先不改的。然后背景的这个小花花的话，稍微提一下，还是构成方面，这两个花不要画的一模一样，不要让它们站队。你看，我们看这个原来的图片，它的花是不是有大有小？然后其实看上去很多，但是实际上它这个可能完整的这个花只有这视觉中心的一两个，对不对？其他的都是点缀。那么我们这个也是要有主次有重点，不要这个拍做。比如说像这个花，可能让其中一个花，让其中的一朵花。画这个笔触，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同学的笔触还是老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笔触，从刚才那题就看出来了，你的笔触真的好大呀。我可以稍微把这个笔刷缩小一点，或者是根据你的画面内容，让你的笔刷相对来说就是符合你画面需要的这个大小，不要通篇都是这么粗一个笔刷，好吧？好，然后这个稍微的，那这个好大一个花蕊，哦，这个原来的花蕊就很大。好，那么即使是花蕊很大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边缘画稍微有一个虚实的这个过渡，不要整个都画了笔刷整个怼上去，好吧？那有一个虚实的过渡。然后比如说像这个，你去画这个花瓣的时候，不要直接就是一个花瓣，你要注意它的形状。我们第二节课构成的时候，是不是？你回忆一下第二节课构成的时候，你去画那些叶子的时候，你是这样直接画上去的吗？不是吧？也是一片一片叶子画的吧？那么我们在画背景的时候，可能不需要真的像原来之前的那题一样，就是每一个叶子都使劲画，但是稍微注意一下细节还是需要的，好了。然后包括这个。你不需要把它的这个花瓣真的就是完全复刻过来，但是大形状可以稍微细一点。然后就是像这个花干，它里面有这样的花干嘛？它这个它的这个叫什么来？花茎有这么粗吗？还是它？而且你这个小女孩。这么粗的花瓣，这个花瓣是不是要比它这个衣服领子上面这个还要粗？你稍微细一点，好吧？稍微细节一点。或者是你想画叶子还是什么都没关系，不管是什么，它这个花的这个整体结构都是比较纤细的一个结构，对吧？我们还是左右看一下，是不是相对来说右边的会，左边的更像儿童画一点，右边的好像是稍微经过了一点处理。然后更细的这个暂时就不去画太更细的东西了。总之还是细节方面的问题，好吧？细节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花的形状，我们的花的形状都是从这个圆形开始的。这个它，你看，你可以稍微加一点这个前后关系。那么时间问题就不太去纠结更多细节方面的。还是纠结一下吧，就是还有就是背景和刚才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背景不要通篇都这么深，好吧？
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一下，背景不要通篇都这么深。还是和之前一样，你要画这个颜色，不是去使劲画这个颜色。如果你这个颜色本来就很重的话，你可以去通过弱化其他的、弱化周边的这个东西，去变相的去增加它的颜色。注意笔刷的运用。这个大概是这个，好可爱，对于这个小朋友好可爱。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是这个同学的，这个同学完成的很认真，非常好，非常好。那么下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做的也挺多的。我们这个同学也把这个这个同学也把这一题的整体的过程也都尝试了一遍。那么，我看一下问题，还是这个的问题，就是我们这题它没有让打光，对不对？它只是一个人物放在这个场景里面。那么你有没有感觉你这里像被光照到了一样？不像是像原来这个是沉进去的，而是像被光打过去一样。然后像这里的这个这里的这外面这一层这个虚化的这个远景，它更像是颜色好像更黄更灰一点，对吧？我吸一下颜色，这个怎么取呢？首先是这个头发，好吧，颜色要浅一点。纯度很明显，很明显它颜色有点灰，那么你就把它的这个饱和度稍微的这个饱和度稍微提高一点点，然后让它的这个染色程度稍微的再高一点点。重新开一个图层，这样有个对比。呀，图层又不够了，等一下我刚才开太多图层了。很明显，你刚才这个颜色为什么会发黄？因为蓝色的这个，因为蓝色它对比色是黄色，对不对？如果你的饱和度不够的话，它就很明显就会发黄，就会朝它的对比色或者是互补色这个地方去偏。那么很明显，解决方案就让它的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稍微高一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同学颜色的深浅变化有点太深浅变化的跨度有点太大了。稍微柔和一点，好吧。然后还是老问题，就是眼睛的颜色可以稍微再暗一点，太亮了，眼睛目光如炬，好像眼睛可以发光。在暗处的话，眼睛就发光了感觉。然后是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地方，吸不了，吸到，就是这个问题更明显，就是它的这个颜色，这个黄的更明显，对吧？好，然后就是有点太深，有点太浅，稍微再深一点。注意，因为我们这个它不是打光，它是环境色，你看是周围的环境对我们颜色的影响。它这个里面它不是去打光，我们同学不要把它两个去搞的有一点这个混淆了，就是你做出来的效果，这个两个做出来的效果有一点太像，有一点混淆了。好，如果我们去两层的话也可以，两层也可以，好吧？稍微我把这个白边修一下。
这样看一下，很明显就是刚才好像原来的话就好像是突然被照了一道光，一道暖光的感觉，对不对？这个还可以，但是主要还是你的这个明度差异为什么这么大呢？如果你想把它这个明度差异搞大一点的话也可以，但是你中间过渡就稍微多一点，好吧？如果这两个明度差这么大的话，你稍微过渡可能可以稍微的多过渡几层，不要这个突然一下急转直下，像断崖式的这个颜色的改变，对吧？其实你稍微像这样稍微加这么一层，它的感觉它的这个就有一个色阶的变化了，对不对？但是就不会那么突兀了。缓冲期。我们去这个上色的时候，主要还是这个色块对色块的这个把握。你看稍微增加一层过渡，是不是比原来的这个夸了一下像台阶一样突然断掉的感觉，比原来这个断掉的感觉会好很多。这是过渡。那么这个的话还是我们这个图片也是选了这个和老师一样，就是这个红色和蓝色的色调，但是问题还是很明显，就是刚才还有这里就是这个衣服也是有点灰，还有这个老问题还是这样，衣服有一点灰。那么既然灰了，那么你就有的时候知道病根就可以下药了，对不对？知道要对症下药，知道什么毛病就知道。如果你是打喷嚏是感冒了，你就知道要去喝感冒灵。如果你知道你的颜色发灰，那么你就知道你要把颜色纯度增加一点。但是同时记得不要破坏它的黑白关系。稍微有点深，浅一点。可以改变一下它的色相。哦天哪，吓我一跳！这里。其实这个也有一点灰。哎呀，吸不了，颜色太像了。好了。这里也有一点灰。还有一个斜修是什么？你吸一下背景颜色，然后稍微把这个明度和扯度稍微降一点，你这样会更像。然后再改一改，感觉有点深了就浅一点。总之到一个中间差不多的这个颜色。这个更像一点。我把中间这个洞也抠一下。总之就是多去纠结，多去在这个过程中多去思考。还有就是我们同学的这个背景色，这个背景色可以稍微再明亮一点。它还是可能是我示范的时候用的是红色、蓝色的话，好吧。我可以稍微再轻快一点的颜色，我可以多试试其他颜色，比如说绿色呀。我们上课的时候不是还演示了绿色嘛？还有这个黄色或者是品红色呀之类的，其他还有很多颜色。可以多试一点其他的颜色。然后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大，就是你的这个笔触好大，比刚才那个同学的笔触还要大，感觉。
稍微细腻一点，好吧。然后还是刚才的问题，就是中间，刚才还是有一个和刚才一样的问题，就是中间的这个中间过渡多做一层。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把笔刷调到这个合适的大小。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其实老师在演示的时候一直有在调整这个笔刷的大小，对吧？我们要形成习惯，就是不要觉得麻烦就直接一笔画下去，你要多去调整笔刷的大小。8:16了，今天可能时间有点来不及，我们就不休息了。然后还是这个，首先是这个过渡，稍微过渡一下，好吧。然后就是这个脸，这个背景的这个笔刷，这个很明显，你看一笔这么，感觉像是这么大一笔直接画过来的感觉。你要你开始去找大色块的时候可以这样铺，但是你后面是要进行一些处理的，就是。我们要让这个颜色过渡更自然一点，对吧？你轻一点的话，不要这么使劲嘛，轻轻的。我们对症下药，好吧？像这个同学的话，你就可以不要使劲去画，你可以稍微轻一点，让这个用这个油，这个压感比较灵敏一点的笔刷，去把你的这个颜色过渡。其实你轻轻的画，它就不会有这么多笔触了。然后你在画的同时，再稍微的去，画的同时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它控制这个笔触其实没有这么困难，就是我们同学有时候注意不到这个细节。你看轻轻的画，然后你吸取中间的颜色，再进行一层过渡也是可以的。把各种方法都把不同的方法都用上。这个红色我感觉有点太突兀了。你把这个最红的一点这个颜色画在中间也可以。这样这边的话，可能看上去就会处理的更细致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如果你想有这种比较硬的边缘的话，那你的这个硬边缘也不要这个有这么明显的笔触，对吧？你可以稍微有一个这个软硬的过渡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的过渡要自然。你可以有一个这个从硬到软这个发散，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看到你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好吧，这个是这个两边这一块都改了吧？好，注意我们现在这个步骤是细化，对不对？细化的话，肯定要比我们去练习去找大色调的时候要注意的东西多很多，要更细，要细的很多。
比如说像这一大块这个红色。有一个软硬的互相之间的一个进入，互相的融入。这个是第二个作业。那么第三个作业，这个作业就是看这个中规中矩的做我们上课的时候的那个示范，还是明暗关系有点可以再大胆一点。像这个明暗关系基本上没有了。原来的参考图最好放一下，好吧？看一下，我们虽然没有说是把和原图画的一模一样，但是原图它的光照，我的参考图里面的光照还是比较强烈的吧，尤其是看这个脸上的这个亮部和暗部，它们之间的明暗关系还是比较强烈的，对不对？我们大胆一点，或者是直接试一下用图层也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同学的这个脸部的处理有点太浅了。就试一下，你可以对，忘记新建图层了，视频拉塞。新建一个图层，出现叠叠的事情。它其实大概是这样一个明暗关系。像如果是原来这样的话，你看你再细化，它基本上没有黑白关系的，基本上它又一页回到解放前了，有没有感觉？明暗关系稍微大胆一点没关系的，好吧？你看，因为你看这个头发这个明暗关系画的挺好的，一到脸上，我刚才没有把这个没有改头发，对不对？但是你看他的头发的明暗关系才是和原来的这个和改完的明暗关系是一样的。那它两个是不是有点太割裂了？好，然后还是这个过渡的这个形状，笔触不要太明显，好吧？这样过渡稍微自然一点，中间再来一层也可以。再来一层。一般闭塞在这个地方都行。那么这里像是什么？这里应该是螳螂窝的结构。我们画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结构，好吧？比如说这里是头发塞在耳朵里面的这个颜色，然后这里可能是如果我们同学在这里加的话，是大概是在螳螂窝的一个地方。我们画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头发的整体的形状，注意稍微把这个整体的形状画的流畅一点，就是这个亮部的这个整体形状。交作业的人比较少，对呀，一般就是越往后交作业的人，能坚持下来的人越少，这是很正常的情况。那么我们能坚持下来的同学当然是非常棒的，对吧？好，然后是这个地方的重色，稍微有一个这个稍微有让你的这个处理稍微的柔和一点。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深浅的变化，比如像这个近的地方颜色会稍微深一点。这个是头发它这个自己自身结构二次元，在画二次元的时候，头发自身结构的一个比较基本的知识点。好，然后是这个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和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这个暗部没按下来，这个光感没有做够，对吧？你自己和老师上课讲的这个示范的那个图片去对比一下，也很明显。
就是按步没按下来，喝口水。哦，好烫！跳的妈的，烫死我了。好，那么我们再去细化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细化，大胆一点，好吧？然后像这个背景的我们这个同学背景加了光晕，是不是原来的这个黑白关系改变的有一点大？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示范的时候，可能改变的是它的这个颜色的变化，但是这个加的光晕更像是什么？像是这个人自己在发光，像是很像是他自己有一个他自己变成光源了，对吧？这样把他整个逻辑都改掉了，所以这两个因素。首先你自己的这个阴影太浅了，然后就是你自己发光方式的这个改变，让这个让你的这个参考图，让你的这个练习的图片和参考图基本上没有关系了，对吧？是不是感觉这两个有点没什么联系的感觉？我们在参考的时候，这题主要是不要太脱离，我们要以这个为基础，要以这个小稿为基础，不要画跑题跑的太多，好吧？这个就是光影，黑白关系不要黑白。我们之前连笔连的太厉害了，之前的这个明度9调我同学可以回去再去这个复习一下前面讲的这个明度9调的分享，就是很明显，它本来可能是一个高长调或者是高中长调这样，但是我们这个画完之后，它变成什么？变成这个短调了，而且还是很短的调子，对吧？这个是这个同学的，那么还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也是。这个同学也是自己找了，这个同学是自己找了参考图，但是这个参考图这样会提高完成度，对的，是会提高完成度的，但是你的光的这个光晕加的不太对，就是你的基本逻辑没有搞懂，它是。这个光晕是什么光晕？我上课的时候不是也讲过这个光晕吗？它是你这个受光面被光照到的时候，周围会产生一个光晕，它不是整个人都在发光，好吧？它不是整个人变成电灯泡，它的光晕是这个被光照的地方，它很自然的会产生一层光晕，啊，把它这个我们要把它这个。底层逻辑搞清楚了，它不是整个人变成电灯泡了，好吧？然后就是这个同学，他自己找了参考图，但是这个参考图，它没有明显的光影，它是一个元素或者是背景的这个，这是一个元素或者是背景的这个参考，它里面没有人物参考，它。你可以，你要这个的话，你就给自己上难度了，因为它里面没有人物参考，它只是一张图片的话，你还要考虑更多，就是把这个人放在这个场景里面，到底是该怎么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尽量去用课内的一些参考图，好吧？不要自己找太多太复杂的这个参考图，因为它和我们要练习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有一点跑偏，好吧。那么我还是先看前面的，这个还可以，这个的话，它的这个色相不是太明显。不过它本身的这个背景颜色就是很浅的一个颜色，问题不大。还可以。这个同学前面的。
前面这两个画的还可以，就是这个形状上可以稍微，形状这个笔触可以稍微再笔触稍微细腻一点，好吧，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色彩方面没什么大问题。这个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我们同学可以像这个同学一样，像这个同学一样，把你的这个，把你想要用的一些东西写一下，好吧？因为这题它主要的是氛围感，就是你想要表达这个感觉。我们这里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同学能够相对准确的去描述你想用这个画面你想用这个画面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看作为一个观众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想表达一种比较积极、比较沉稳的一个感觉吧。你可以稍微写一下，要不然不太方便去点评，好吧？但是问题也不大。这个同学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的笔触比前面几个同学，的笔触要细腻很多。挺好的。就是前面这个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参考找的不行哈。这个参考，然后你的这个背景画的也是，就是还是老问题，就是你走在岔路口找不到，你不知道是你站在一个岔路口，不知道从哪走。左边一条路，左边这条路是光影参考，右边这条路是背景参考，结果你走到中间的草堆里去了，好吧？这个我们建议同学在这个课内跟着老师根据老师上课讲的去重新找一下比较合适的参考，或者是你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参考的话，你去用老师课内找的这个参考，好吧？那么我大概要说的话就是你这个背景的颜色有点太像儿童画了。这张其实还行，但是没有达到我们想要训练的效果，好吧？那么首先就是人物背景的颜色饱和度有点太高了。然后就是这个树枝，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构成课的时候讲的这个，让同学们画的那个树枝，它到底是怎么画的？这个树枝的形状可以用这个有规律的笔触去概括一下。但是它不要抢了这个中心的这个视觉中心，不要抢了视觉中心的这个，不要抢镜，好吧？还有就是这个形状稍微有一点这个形状起伏。我们看你这个参考图，你这参考找的非常复杂，但是你自己的处理又是非常简约。如果是这样的这个处理的话，你可以找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先找一个不要这么复杂的这个参考，好吧？有一点眼高手低了，就是这个概括，可以去。就是去看，还是看构成课，就是概括，把这个形状学会去概括，然后再去
去找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好吧？因为它的这个边缘，它是非常，你知道这个参考里面的这个叶子它是非常小的，非常非常细节的一个参考。啊，我们要这个清楚它的这个形状走势，还有这个边缘，比如说像这个。这个是这个金帆，对吧？金帆这个颜色也是有点灰。我们看一下它的暗部颜色，它其实是有一个透光的啊。它是一个黄色的金帆，它都后面透出光，会让它颜色有一个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的或者亮一点的黄色。那么我们这个同学他颜色去看，你这颜色是不是取的有点太灰了？我们可以稍微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点。然后这里突然来一块很亮的这个颜色，它是什么？它是近处是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参考图很糟糕，就是它近处它是暗部，对不对？然后远处它它这个远处又是在亮处这个地方，这个其实我同学要分析。这个对我们同学来说还是挺难分析的。然后金帆的话，它自己是有一个色彩的变化的。它是金帆的话，它颜色是什么？蓝白红绿黄，对吧？蓝白红绿黄，它是有一定规律的。所以如果这里是黄色的话，看一下黄色后面是蓝。等等，黄色、蓝、白、红、绿、黄、蓝，黄色后面是蓝色，然后这个蓝色可能和后面重叠，所以颜色偏绿。这个是后面很复杂的一个这个东西不太好，不太适合放在我们这个题里面去参考。比如它这个应该下一个黄色的下面这个金帆的颜色应该是个蓝色。那么蓝色在下面一个，蓝色的下面一个是白色。但是白色在阴影里面颜色就会变深。然后如果你这个人站在这里的话，可能相对于这个场景来说，这个人整体都是在暗部的，或者说它的这个亮部的这个不是很大，亮部的这个范围不是很大。像站在这个地方，它可能更像是站在一个阴影部分，对吧？最好还是找这个有人物的参考，或者是你单独去找一道打光的参考去看。它整体是在暗部。我们对这个打光分析的还可以，就是亮部是暖光。明暗关系也可以稍微再大胆一点。正片叠底。这样它就有一个这个
这它就有明暗的变化，它不是原来这个很平面的感觉。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又涂层又不够用了，可恶，合并一下。然后像比如说像这个亮部的这个黄色要亮部要亮起来，亮部要亮起来。视觉中心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亮部要亮起来。还有它的这个形状，这个经幡的形状，也是一个对于我们同学来说需要单独去考虑、单独去练习的训练的一个点。所以我们这个同学找这个参考，它是一个集大成的参考，要去同时注意很多东西的这个参考。总之就是你要大胆，然后可能还要需要更多的这个考虑更多的东西。比如说它近处的这个东西是暗部，然后在某一处突然就进入了这个进入光照的里面的这个地方，你要把它的这个参考图的这个特征表现出来，就是它近处这里一块是暗的，然后到这个慢慢伸进这个阳光里的感觉，然后同时你还要考虑它的这个空气透视。对吗？这个颜色它不是黄色，它其实是红色，对不对？然后包括它自身的这个形状大小的变化，还有就是颜色之间会互相影响啊。总之就是注意很多东西。然后总之就是要注意很多。这个时候你参考里面没有人，那么你就要根据你的经验和根据你的经验，或者是你去再找一些人物的参考，然后再去想一下你这个人物到底是怎么样，到底该怎么样去表现。同学经常干的一个事情就是跑题了，做到一半不知道干嘛，不知道到底是在干嘛。
这个，然后环境光的话，可以透一点环境的。环境光，然后周围天光，看一下环境光，像这种室外的话，可能还会要考虑一下，就是天上的天空它是偏蓝的颜色，到下面才是周围环境的绿色。好，然后可以加一点闭塞。我们示范的时候，人物它不是还会有一些身上还有一些重色，对吧？去增加我们画面的增加我们画面的画面的这个黑白格子或者块面感。比如说在这些地方加一点发丝，加一点头发丝。然后我们同学在这个周围加这个紫色的光晕，对不对？我刚才同学问，就是光晕它周围加一圈，这个是会提高完成度，但是它不是改变了我们整体的这个发光的东西。再比如像这个后面的背景，考虑一下整体，先考虑整体的东西，然后再去考虑这些小的细节方面的东西。然后像这个白色的这个地方，注意这个云的形状，我们在这个构成课的时候也讲过，就是云的形状你要注意怎么样把这个云的形状画得好看。详情可以看我们的这个构成课的我们构成里面画云的那个作业。首先你去画细节的时候，还是形状大色块的这个大的形状，先把大形状，把你的色块不仅要考虑这个颜色，还要考虑你色块的这个大的形状，好吧？然后就是这个像暗部可以加一些，继续增加这个冷色的这个反光。这个胳膊有点黑了，可以稍微浅亮一点。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吧？然后大概这样，更多的细节我们留到后面的那个示范课我们画整体的作业的时候，再去考虑更多的细节方面的东西，好吧？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这个同学的找参考很重要哦。那然后是这个同学问，看一下他问什么，
颜色丑丑的，还好吧，还可以。就是你这个第一题的颜色很明显，我们同学自己也看出一些问题。固有色白色变出，对你既然已经看出自己的问题了，你就针对自己的对症下药。那白色变灰色了，那首先它们是一个对立的颜色，对不对？你可以让它往右边、往左边走都可以。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颜色会好看一点。好吧，往右边走，它们是一个对立的颜色，那么你就和上课讲的一样，这个往右边走，然后纯度降低，让它去往这个色相上面去偏移。好，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同学他加的是过渡。其实像这一步还没有让大家去用这个太细的这个涂抹过渡。一般我们最后再去用这种，我们先去掌握笔刷，最后再去用涂抹这样的方式去过渡，好吧？因为要不然颜色后面画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掌握不好的话，颜色容易脏，好吧？尽量先用色块去表现，不要太多这种像这种涂抹。那么还是这里还有这里，这里啊，你中间抠了这个洞。那么这个眼睛的话，这个眼睛这里也有一点深。因为我们这个同学取的这个背景的这个黄色，它是很明亮的一个颜色。我们颜色也可以稍微的取的亮一点，明亮一点。然后就是我们同学很多同学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眼眶中间周围的这个黑色，其实你也可以很多细节方面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效果。比如说眼眶周围这个黑色，你可以稍微不要取这么黑。像这个，我们把这个图层锁定单独去涂就好了，因为它只是很小一块，所以我没有把它单独分一个图层出来。但是我们同学要注意。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好，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我们同学问的问题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好吧？你发现，既然我们同学可以发现我们的这个问题，那么就去针对性的改变它。比如说像这个黄色，像这个黄色的，它纯度大概是在中间这个地方。那么既然我们一开始把这个白衬衫假设成这个蓝色的话，那么它要往这个橘色这个地方走，是不是它是一个对比色或者是一个互补色？大概跨度非常大。那么跨度很大的话，我们颜色怎么取？就是首先这个调色盘稍微的这个偏移一点，然后纯度降低，对不对？纯度稍微降低一点点。一般来说是固有色往光色去偏移。我们同学取的这个颜色可能是从光色往固有色偏移的，这样的话它的颜色偏移会有点有一点偏差。比如说像这个也是，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它其实就是对我们色调不同的这个处理方式。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感觉这样会稍微好看一点，因为它这样它会有一个这个黑白色调。这样它会有一个色调的这个变化。这样太深了，好吧？
吧？因为它是一个对立的这个颜色。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最主要的还是好看，对吧？好看。这个就不好看。我们最终目的是好看，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不好看。为什么呢？你的颜色过度有点太油腻了。首先是你最基本的这个底色取得还行，就是这个颜色过度，这个笔刷还是我们同学都是老问题，就是笔刷的这个运用上面，让人一眼看出破绽，你的浑身都是破绽。稍微有一点这个颜色的这个细微的颜色变化。我们之前常色怎么讲来着？常色就是常色是不要改变大的这个明暗关系，黑白关系，对不对？啊，我们这题它。我们先不要考虑什么一者，这题不考虑一者或者是打光，它只是考虑这个很细微的这个色彩的变化。那么色彩怎么样去细腻的变化？细腻你的笔触、笔刷这个大的这个笔刷的感觉，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硬。比如说像这个颜色过度。它不要是像这个一样，就是整体都是一个很软的一个涂抹，你要有一个虚实的变化，这里如果想要去颜色有一个虚实变，这样想要涂抹过度的话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整个头发都是涂抹过度，要不全都涂抹的话就等于没有涂抹，对不对？我们要之间要有一个这个硬的。该硬的地方要硬起来，该软的地方软起来。比如说像这里，这里头发可以稍微加一点这个硬的这个过渡，那么像这里稍微有一点这个过渡是可以的。这个通篇涂抹的话，它们之间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好像这个也是。如果比如说你在头顶，你把头顶这个地方硬有一个硬的过渡的话，那么你下面软一点，下面有一点这个柔和的过渡也是可以的。就是不要整个都是整个都是涂抹过去的，对吧？然后这个我们同学也是这个上课的时候的那个参考。问题还是脸部的黑白关系很不明显。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图层吧。这样问题是不是很明显？这个脸上基本上没有这个黑白的过渡，但是你的衣服，你看你的脸和衣服是差不多的一个浅色的这个颜色，但是你的衣服过渡很深。但是同样场景下，同样氛围下，你的这个脸的黑白关系又变得又不是那么明显，对吧？好像这个不是就是不够整理这样子，好吧？然后就是这个眼睛，两个眼睛这个暗部的这个眼睛有没有感觉很突兀呀？那么首先，哎天。我们直接一点，比如说这个脸的暗部，身体的暗部，大胆一点。好吧，为什么感觉这样这个眼睛很突兀？因为你的两个眼睛，一个在亮部，一个在暗部，对不对？他们两个眼睛不可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像这个眼睛，很明显，像这个眼睛的话，它是这个吸不到，等一下，很明显，像这个眼睛，它整体这个眼睛也要随着它的环境要压暗。这个眼睛它整体要，涂层又不够了，可恶！压暗。好，可以做反光，但是反光的话，它的这个光也，不要像亮部这么目光如炬。打光对比一加深，总会感觉打得很硬点，像阴阳脸。是有你是哪个作业？有没有什么参考让我看一下？其实这个对比加深的话，你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对比加深的话也还可以啊，就是你的颜色要取对，你可以找参考去看一下。我们这张图不就是有参考吗？你可以去或者你也可以看一下老师的这个。示范，我们颜色是对比出来的。如果你觉得它的脸近的话，你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这个画面里面其他部分的颜色是不是和它一样，就是一样的程度的这个一样它的这个明暗程度是不是一样的？好吧，如果说像刚才那样。像刚才那样，这个头发或者是身体的黑白很强烈，但是脸部的这个对比很浅的话，那它就失去了它的整体性，那么就会看上去很奇怪，或者是像这样没有这个打光像没打一样，对吧？但是你看像这个打光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不是很好吗？就注意一下它的阴影的这个形状。这个是你的作品吗？这个是你的作业吗？阴阳脸要有过渡呀，比如像这个加一点这个过渡就。这里有过渡的话，其实像这个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啊。对，好，那你觉得这个你看一下，你觉得这个很过？这个光有打的这个，你看一下，你觉得这个光打的很过吗？那个很僵硬吗？这个好像懂了一点，就是你整体要一起按下去，可能是有的时候就是其他部分的对比很弱，显得你的脸对比太强烈。再比如说像这里可以稍微加一点这个闭塞，增加画面的这个黑白的，增加一下这个画面的这个整体的黑白关系。好，然后就是这个眼睛可能眼睛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这个。眼睛一起亮的话，这个眼睛就没有按下去，它会很突兀。那么你把这个眼睛相应的和这个黑暗部的这个环境稍微融合一下，它可能看上去会好很多，对不对？好，然后你再去进行一些细节方面的处理。我们看一下黑白关系。这样它的这个和右边这个比起来，右边这个就是脸上完全没有打光，对不对？像这个而且如果你觉得这个脸部打光很生硬的话，你也可以就是不要去打脸上的光，你直接你不要在脸上打这种太多的光，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你也可以，如果你掌握不好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光换一个方向，你画的时候规避一下，你把。你直接搞一个直射光也是可以的，好吧？这个只是一个其中一种打光的方式。然后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和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注意一下脸部的这个黑白关系，好吧？然后看一下细节的刻画也还可以，还可以，就是像这种平行线要少用。
比如说像这里的这个平行线。啊，其实这里完全有一个这个色彩的变化也是可以的，就没有必要去直接在这里画没有必要直接在这里画两条线。如果你想画线的话也可以，但是注意这个线不要画成平行的，你可以有一个这个变化，有一个交叉之类的。好，然后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黑白关系不敢画，要大胆，好吧？然后还是这个两个眼睛之间注意一下它们的这个明暗关系。如果是正面光的话，如果是这个，如果是直接这样正面画的话，这样这个眼睛就没什么问题了，对吧？如果你如果你不擅长打这种光，你也可以完全打这个正面光。那么头发的印也要稍微改一下，是吧？其实这样也还可以。但是既然不擅长这个，我们练习的话就可以相对的去克服一下，去多做一下这个，克服一下这个弱点，好吧？然后其他的还是我们同学都是一个问题，就是笔触太大了。这个也是这个笔触也是这么大，然后这个后面的云的这个笔触也很明显，它这一块这个，我们同学的笔刷为什么都开这么大呢？我笔触稍微细腻一点，好吧。然后这个是另一个同学，下一个同学，加油，加油！这个同学的问题也很明显，他的衣服白衣服变成绿衣服了。白衣服变成绿衣服了。好，还是好，这样既然这个白衣服太绿了，那你就把它稍微，因为我们的一般来说，这个人物你可以找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人物他这个皮肤比较白的话，那可能和这个白色的衬衫的衣服的这个颜色差不多，或者稍微黄那么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是差不多的。那么你在去画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对比，你的衣服和你的皮肤的颜色不要差太多，对吧？我们的颜色是对比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取一下这个皮肤的颜色。我们这个同学皮肤的颜色取得挺好的，那你也可以取一下皮肤的颜色，然后这个衣服和皮肤比起来，皮肤是不是偏黄？那么衣服的颜色你可以稍微偏蓝一点，对不对？那么你取皮肤的颜色之后，可以稍微的，从皮肤这个颜色开始出发，然后往这个蓝色去走，然后纯度稍微降低一点，试一下，颜色差不多，对吧？差不多就是，都这样都是可以的，都是，总之就是，这样看可能这个有点深一点，其实感觉都可以，深一点，浅一点，深一点，深一点，浅一点，哪个好看一点？啊，这个颜色可能这个颜色的话，它的这个明度和皮肤的明度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像这个可能比皮肤的明度要稍微亮一点，都可以，感觉这个可以。总之就是不要对比起来，它的这个差别不要太大，好吧？然后其他的没什么问题，还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过渡要有一个这个和刚才那个同学一样的问题，就是过渡，可恶，不够。过渡有一个这个软硬的变化，不要通篇都是去涂抹。啊，你可以头顶有一个这个
颜色的过渡。这个颜色过渡就问题就有点大了。首先还是老问题，就是衣服的颜色画成粉色的衣服，你要和皮肤去对比，这吸不到，可恶，这是哪题呀？这是自己，这个这种题目吗？那这样的话，这个我看不出来你这个是在做下面一题，还是在做这个上面的那一题？如果是加这个背景的话，那我们按照加背景的这个方式去修改。首先还是老样子，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取白色，你和皮肤对比一下，你的这个皮肤的颜色，我这个同学皮肤的颜色取得很好呀。既然皮肤的颜色取得很好，为什么一到衣服就不会画了呢？它都是一样的呀。其实你完全可以直接从皮肤的颜色，你吸一下皮肤的颜色，你从皮肤的既然你会取皮肤的颜色，那你就从皮肤的颜色开始出发。颜色首先偏蓝一点点，大概这个样子，它不就变成白色了吗？我们要这个，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取的话，你要和这个画面里面去找对比，找和它差不多的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对比，好吧？然后就是这个头顶的这个颜色过渡，不要这样涂抹，这样涂抹很容易显脏。可以稍微加一点实心的地方。如果是一个背光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边缘，像这个边缘要硬一点，像这样稍微硬一点，不要涂的太软，好吧？像这样稍微有一点。同学在画的时候要搞清楚你的这个到底是要去做什么。这个因为我改这题改到现在有点搞不懂，你这题到底是在做哪一题？应该是第一题的第二个吧。那如果是第一题的，如果是第一节课的第二小题的话，它是不需要加像这种场景或者打光的感觉。第一题的，因为主要是重点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题的，我们同学能搞清楚吗？就是像这种题目，像这个题目的话，他们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用考虑光影的。但是我们这题这个同学好像看上去考虑了光影，他考虑了环境光，他考虑了这个环境光和反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如果是这个，如果我们同学这题做的是，如果是做的是这个题目加环境光这个题目的话，那么我们最好找参考啊，不知道你找没找参考，就是最好找一下参考再去画，会比较准确一点。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看上去应该是一个背光，对不对？背光的话，如果你去找参考，那么你应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如果你去稍微看一点参考的话，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就是像这种背光，它的这个打光，它应该没这么软，好吧？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软，但是没有这么软。我同学在去做的时候要知道，要明确一下你的目的，要知道你到底是在干什么，到底是要去练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这个背光它到底是怎么样去打的。好，然后背光的话，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透光。好吧，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光处的变化，然后这题有参考的话，这个画的明显就比这个好，比上面好多了，对不对？所以找参考很重要，不要首先第一个要搞清楚老师的要求，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去思考一下它背后的原理。这张有参考的话，画的问题不大，还是老样子，就是脸部的黑白关系不敢画。我要有针对性的去练习。如果是直接在脸部打一个白光的话，你可以，你可以直接把脸画成脸部直接打这个白光，像刚才那个同学一样，我们同学不太好掌握，像那种打一半光的这个脸的话，你直接脸上打这个白光也可以。但是如果是这样一个阴阳脸的这个场景，或者是就是如果是像这种打一半光的这个脸的场景的话，那你的这个你不要有太多心理负担。你说画脸的话不会打，你的这个脸和这个衣服它是一样的，它是同样的一个场景。那你既然你的衣服敢画这个黑白，那么脸为什么不敢画呢？对不对？也直接该按下来的地方就按下来。你要克服你的这个你不敢画。那么我们上课的时候一直在讲说暗部的颜色往右下角取，对不对？那么你就大胆的往右下角取呀。这个颜色其实这样打光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也要处在这个暗部里面。太灰了，眼睛也要同样处在暗部里面。好，这样改过之后，是不是稍微和谐了很多？像这个眼睛也是，眼睛的这个眼睫毛可以和一般可以和这个头发的颜色取的差不多。好吧，然后稍微这个细节，比如刚才吸色的这个细节，和刚才取的这个。直接选区会有一些毛边，稍微修改一下，稍微追一下，好，没什么大问题，大胆的去画。好，这样这个是这个暗部，我们可以看一下，完全你大胆去画，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眼睛可以稍微有一点有一点肤色受到刷一点肤色，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睫毛它不是死黑的，它是会透一点肤色出来的。然后像这个明暗交界线处有一点这个红色，也是大胆去画就可以了。我们之前画这个白石膏的时候，有给大家演示过很多遍，就是白石膏它的这个我们基础的这个基础的这个黑白灰的关系一定要知道，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像这一步它主要是什么？它主要是找这个黑白关系，对不对？我们这一步还没开始细化呢。那总之我们我们画这个色彩小稿，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大胆去画呀，去打草，就是像这个很像作文里面打草稿列大纲的感觉，反正想到什么就去试呗。然后
好，这个还是脸的问题，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这个和这个问题一样，但是你的这个背景的颜色取的有点油腻，这个颜色怎么说就是不好看。你没有感觉吗？就是这个很深的这个紫色放在这里不太好看了，好像。如果你想加一层这个，我们很多同学喜欢在周围加一层这个很浅的这个边缘，这个亮的这个勾边，对不对？可以加，但是不要加这么大一块，有一种林黛玉倒拔垂杨柳的感觉。就是你看，你可以加一点这个紫色，但是其实你这里加那么一点点紫色勾边就可以了。我感觉这个同学还是，你看你加这个勾边颜色可以纯度稍微上来一点，好吧？我感觉这个同学就是你好像有一点把这个题目搞混了，因为我看这题的时候又好像看到了一点上面那题的影子。我同学回去自己再好好可以好好看一下我们的作业要求，就是感觉我在你的这题里面好像看到了前面的题目的影子，在前面的题目里好像又看到了看到了最后一题的影子。我们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好吧？如果你想加勾边的话也可以，但是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太粗糙。我们要画的稍微精致一点。虽然说不需要把它画的特别，不需要特别去抠什么东西，但是稍微精致一点还是可以的，还是需要的，好吧？主要是把握那个度。那么就是刚才就是主要是这里的一大块紫色，感觉有一点突兀，感觉颜色很沉闷。好，颜色变化可以稍微的再细腻一点。然后像这个地方也可以稍微透点气。其他还有没什么大问题，其他问题就是这个脸这里，好吧，脸这里我们可以自己稍微修改一下。还有像这里的这个过渡，也是我们同学暂时不要用这么多涂抹，一定要少用涂抹。尤其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在练习的话，你也要试着和自己的笔刷做好朋友，不要上来就去涂抹。这里的颜色过渡也是看清楚我们题目的要求哦。稍微细腻一点。那么你的这个背景的话是泡泡还是气球？像这个背景我们也可以多去找一下如果你想要去画气球，或者是应该是气球吧，看到上面有线。如果是想画气球的话，也是最好找一点参考去画，然后不要用这么多涂抹，或者是不要画这么糊，好吧？就是为什么你的这个边缘这么模糊？总之，我们这个同学首要的问题就是少用涂抹。如果你实在忍不住用涂抹的话，那你就控制住，像戒毒一样把涂抹戒掉，不要去涂抹，少去涂抹。因为我们这个同学涂抹有点泛滥了，不要去涂抹，少去涂抹。强调一下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变化是非常细腻的。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同学，下一个我们这个是普通班同学，普通班我抽了几个问题比较多的这个同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这几个同学他们都提了很多问题。不太会细画头发，教我参考图。我们练习的时候，如果实在不会画，去临摹或找参考，或者对着参考去看，或者是找一些
可以使用可以临摹的图片去临摹一下都是可以的，因为你演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嘛。如果你不会画，你就去，但是你画的时候要思考，比如说思考它为什么，思考它这里为什么会有一块，这里为什么会有一块黑色的？它因为这里是头发凹进去的一块，或者说你思考它的这里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它头发别在这里，对吧？它有一个阴影闭塞。这就是这个临摹的时候要参考。这个同学，这里参考的话，感觉你的这个明暗关系参考到后面参考掉了。先从第一个开始看吧。第一个还是一个笔触的问题，笔触和前面的同学一样，就是这个我们同学的这个笔刷稍微细腻一点，稍微细一点。我在画每一笔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为什么要这样画。然后就是不要这么涂抹。其实我在上课或者示范的时候，有这么多涂抹嘛？就是我基本上没怎么用涂抹，对不对？我们要戒掉涂抹，像戒毒一样戒掉它。你第一题是不是没做呀？就是最简单的那个纯色的背景那题是不是没有做？我们最好把纯色的，这个像这个进阶的题目做不做无所谓，但是最基本的东西一定要做啊，就是像那个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纯色背景的这个环境色纯色背景的这个。整体色调改变整体色调的那个题目一定要做，因为我可以看出来我们同学这题还是有问题，是需要这个问题是需要去进行那个前面那个练习才可以解决的掉的问题，才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衣服，我这个同学又是和之前那个同学一样，每个题目有点搞混了，没搞清楚我们到底目的是什么。因为我看你这题加了阴影，但是你的背景看上去又好像是在做这个第一节课的那个。现在做第一节课的那个进阶的题目，我们第一节课的进阶的那个题目，它不需要去考虑光影，它单纯的只是考虑炫彩的颜色，五彩斑斓的蓝的，五彩斑斓的黑白，对吧？也不需要去考虑它的这个光影逻辑。像这题，像这个的话，这个你考虑光影逻辑，但是我们同学你是这个同学吗？你找参考的吗？这题，最好去找参考再去练，或者是你找参考的话，把参考贴出来，贴到旁边去，要不然老师改的话，不知道你的这个参考到底是什么样子，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好吧？比如说这个颜色就有一点感觉有一点油腻，还是不要太多的去涂抹，像你的颜色，我们颜色要精简，对吧？你首先把大色块要概括好，然后还是要这个要看清楚我们的这个题目的要求，好吧？看清题目的要求。像这个的话，就是有一点跳步骤了。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形状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像这个形状的走势，注意一下形状的走势。黄色的那个参考，黄色的参考是我给的参考吗？这和我给的参考完全不一样啊。是你说的是这个参考吗？找一下，等一下，是这个参考吗？这个是这个还是这个呀？这个吗？还是这个？算了，我一会儿再说吧。就是这个颜色，如果是
如果是看了我给的参考的话，那你的这个色准的问题还是有一点大，你可以去回忆一下这个回忆一下前面去巩固一下前面教的东西，因为这个颜色用的有点灰，有点沉闷，你可以稍微用有一点太这个很能量很低，感觉他心情很低落的感觉。对吧？我们可以用一些稍微鲜艳的或者是明亮一点的颜色，而且我给的参考里边没有这么黑的颜色。前面那个橙色的，哦，这个吗？这个吗？前面这个橙色的，这个的话，哦，你是说画光影画错了？哦，那你可以试着，我这个应该有给出来吧？你可以试着去对照。如果你看这个实在分析不出来的话，你可以对照一下老师给的这个答案。你可以照着这个答案再去重新思考一下。如果有难度的话，你照着答案再去思考一下，好吧？你刚才那个偏差有一点大。哎，在哪来着？好，然后这个。那么颜色的问题有点大的话，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打光吧。你是说你的这个打光选错了对吧？那如果是背光的话，还是注意一下，就是该印的时候有一个共性问题，就是你该印的地方要印，不要全都是涂抹的这个感觉，好吧？比如说像这个肩膀这里就是一整条都是糊的这个涂过来的，对不对？你可以稍微试着在这个转折的地方或者是关键的地方加一点这个，让它颜色印出来。我们上课的时候有讲过，就是颜色的这个软印，对吧？这个软有一个虚实过渡的这个感觉，不要通篇都是这个通篇都是很软的。感觉这样会感觉颜色没有骨，就是什么骨相。我整容的话，整容不是有时候什么骨相和皮相，对不对？要有骨，画的时候画骨头，不要画这个，不要看表面。然后就是这个阴影部分，注意一下阴影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应该是什么样的形状，好吧？然后还是这个光的形状，像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发缝，我们同学要注意这个头发怎么样画好看，就是要注意它中间这个头发是两坨，它是两坨头发，它有一个发缝，不要忘记了。这样该硬的地方稍微硬一点，然后。这里像这里的话也是，这里可以把发丝画出来，像这样。如果是一个背光这样的光影的话，发丝可以稍微画一点发丝出来，不要整个就是，不要整个画绕一圈就没了。好吧，大概是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个眼睛好亮呀，目光如炬，对吧？这个眼睛太亮了。这个地方稍微暗一点。那么蓝色在这个蓝色在红色这个光里边应该是偏紫，对不对？先不要纠结什么内部的结构，你先把最基本的色相搞清楚了。然后这个边缘稍微修一修。稍微把这个眼睛的颜色，你先把这个底色最基本的这个颜色，这个也是要做第一题哦。第一题，像这个题目不做也没关系，但是第一题最简单的最基本的那个只改变单一的背景色调那个题目，可以再去试着做一下，然后
像这个就是第一题要考虑，要去多去考虑的一个东西。好，然后不改变它的明暗关系的基础上，再去这个稍微的加一些这个重色。刚才那个眼睛太亮了，如果你加高光的话，你可以稍微点一点，但是高亮的地方是点缀的颜色，它不是它只是像高光，它只是一个点缀的小的光点，它不是整个亮起来，眼睛就变成手电筒了，对不对？啊，这个是这题。然后这个的话也是照着上课的时候教过的话没有什么大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衣服这里有一点深，可以稍微不是有点深，就是颜色可以稍微的去稍微大胆一点。你看这个参考图，它的衣服受光照的，它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偏黄，很亮的这个感觉？怎么亮进来？首先色调要亮对了，对吧？大胆的去画。好，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这个做，看这样它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亮起来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一些这个，你可以去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像这个。这里有一些细微的这个光的色彩的变化呀，这个主要是色调方面，好吧，色调方面，这个问题也是在在你把这个色调基础找出来的这个把色调搞对的基础上再去进行进一步的刻画，像这里我就暂时不，像这个衣服暂时就不再去。更细的去改了，总之就是和前面的要注意的点是一样的。然后细化的话，对，我看一下你的其他问题。头发的穿插，想画海的颜色很脏。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找的这个海，它都是俯拍的视角，是从上往下看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给的这个人，而且你自己画的也是，他完全没有画到这个海浪啊，它只是一个海平面，对吧？你找的参考，你是不是应该找那种海平面风平浪静的海平面的感觉，而不是找这种海浪波涛汹涌的海浪的感觉？我们找参考要找对了，不是要清楚你找到底是可以找的稍微再准确一点，好吧？就比如说像这种拍打到岸边的这个海浪，它是透明的嘛，它下面会透出一点沙滩的这个颜色，或者是礁石的这个颜色，它和这个远处的这个深海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找参考想画海带完全失败，对，因为你第一步找参考就找歪，剑走偏不对，走错方向了，好吧？海洋的颜色，海洋的话，我来吸一下。哎，吸不到，等一下。好的，我暂时只看这一半吧。其实你可以大胆一点，而且看像这个，像这里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云的这个颜色，对不对？它是像一个这样的颜色。其实像这个海平面，你可以完全画低一点。那这个角度的话，它应该看不到太多的这个海平面。你首先把这个它的形状确定出来。
然后远处的海的话，可以稍微和背景呛到，等一下。其实像这种风平浪静的海面，它确实没有太多这个复杂的色彩变化，它一般简单一点就好。然后像这个远处的海面，我们同学自己处理的时候也有画过远处的海面，它稍微有一点这个颜色的这个变化。其实像这种简约一点，完全可以了。你要是想画更复杂的海浪的话，你的视角就要往下转。那么，其实你可以在周围的天空这里我吸一下颜色啊，吸不到，怎么回事？像海平面的话，它会有一点这个，你可以加一点这个颜色，比如说像色彩的变化。这样就会有一点这个色相上面的变化。其实你不需要去考虑，不需要考虑太多，就是什么海浪啊之类的，因为像这个角度，它其实，因为它这个角度它本来就画不了太复杂的这个海浪的这个。它画不了这个太复杂的这个海浪的这个波涛，对不对？然后就是这个海面的话，如果想要有这个波浪，那你可能这里面会需要一点太阳，或者比如说像这里想要有像这样的这个波光粼粼的感觉的话，那你可能要在某一个地方。你可能需要在某一个地方加一个光源，然后它才可能有这个，它才可能会有这种更细微的这个光，更细微的这个海浪的这个变化。就是像这种更细微的海浪的变化，或者说你把这个，或者把这个。放到这个画外也可以放到画外的话，那么它整体的这个光可能就会，整体的这个光照的形状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变化。比如说这个地方在画外里边没有呈现出这个光的话，那么你整体的这个打光，整体的这个背景的这个光的方向就会有。需要有一个范围的变化，然后是这个头发的穿插，你可以试着从后往前画，顺着这个头发生长的方向。首先是，其实我们在画头发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太多这个，不要考虑太多它的头发的穿插，因为你其实。它是一个，它这个是对比出来的，因为，比如说像这一撮头发，你可能这一撮头发，这一撮头发看上去很简单，对不对？其实你稍微拉2根发丝出来，你只要拉2根发丝出来，它看上去就已经很复杂了，就是。
你其实画的时候不用考虑太多，你只要先把这个基本的大形状概括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稍微拉2根发丝出来，它已经稍微拉2根发丝出来，它已经完全已经很有这个已经有复杂的这个稍微有复杂的这个前置了，对吧？其实你稍微2根头发一交叉。2根头发稍微交叉一下，它已经大概就能够，它是大概就已经把这个形状已经有头发的这个发丝的形状。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把头发丝画太多，反而会显得有点反而是很乱。而且我们这个同学，你看你自己处理的时候也是你只拉了2根头发，对不对？其实这样完全可以了，但是只要你把这个线条稍微在这个自然一点，比如说像这2根线条，它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垂下来。你只要你这个线条甩得好，2根头发只要线条拉得好就可以，稍微有一个，你看这2根头发稍微有一点穿插，它这个发丝已经已经有发丝的感觉了，对不对？然后像这个地方突然有一块很亮的，是天空的光芒，这个颜色有点灰了，这里的颜色，这里的颜色处理稍微注意一下，稍微细腻一点。好，可能是受到天光的影响，对不对？但是天光的话，它应该没有这么亮，它只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受到这个蓝色的这个色相变化，它没有像刚才那么蓝。啊，这里因为结构的关系，可能会多出来一块亮的地方。看一下原来的这个颜色，这个白色，在这个整体环境里面有点太突兀。它因为像这个颜色，它一般是什么？一般是天光。那如果你是在一个没有很深的这个环境色，没有像这张图片一样很深的环境色的场景下，可以这样去画。但是像这样一个很深，有一个很重的这个环境色的话，你可以这个亮光就可能更多，相对的来说更多的是反射的是天空的这个颜色，不是这个白色。然后这个这里的这个头发，它是透明的，它更多的应该是透出这个皮肤的颜色。那皮肤的颜色它是不是应该偏红一点，对吧？它应该原来的颜色应该是有一点偏蓝的感觉，对吧？好，这样会更自然一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把对光的分析全凭感觉论化。因为我有时候把东西想得太复杂了，其实归根结底，它就是从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去演变出来的嘛。就是画的时候思路很重要，像这张也是，这张画的时候也是明显就是感觉有点乱掉了，思路很重要。然后是这个下一个同学，下一个同学头发的塑造。我们这个同学的第一题的这个问题也很明显，就是他的白衣服，注意，我为什么让同学画白衣服，就是更方便我们同学把这个衣服和皮肤进行一个对比。然后很明显就是这个白衣服和皮肤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衣服是不是变成蓝衣服了？还是以皮肤作为一个这个底色的话，稍微的暗一点就可以了。它在蓝色的环境下的话，可以饱和度稍微高一点。
感觉颜色有点灰的，这个皮肤本来这个皮肤的颜色也有一点太白了。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再有一点这个，再加一点暖，让它的皮肤稍微暖一点，皮肤不要是很白的这个颜色。好，然后就是眼睛的颜色可以稍微的浅一点。好，或者你以皮肤为基础出发也可以。然后眼眶的颜色。这个眼眶的颜色还可以，就感觉这样会更通透一点。好，然后像这个整体色调也是，应该是那种比较明快、比较轻快的感觉，还是这个衣服的颜色。衣服的颜色稍微注意一下。呀，这里怎么多水了？算了，没事。衣服的颜色，衣服的颜色不要这么重。然后在衣服里边想要加这个颜色的话，首先不要破坏它的明暗关系。其实它只要一点点变化就行了。我的左右画变化都是有点太重，稍微，那其实这样稍微有一点点这样的颜色变化，你看一下，其实这样看的话它没有太多的变化，但仔细看它会有一点点这个色彩的变化，对不对？这题的思考方式是不要去考虑光影，只是单纯的去考虑它的颜色，对吧？那这个就是它这个自身的颜色和，如果你搞不懂这个白色的话，你可以和它皮肤对比一下，这样看的话，它的衣服和皮肤的这个明度是不是差不多？好，然后还是这个我们用的也是上课时候示范的这个问题不大，就是这个眼睛为什么画的这么深？它的眼睛，我们原图的这个眼睛它不是浅蓝色吗？这个颜色为什么画的这么其他的还好，怎么画到眼睛这里突发恶疾，突然一下就暗下去，暗这么暗。算了，都可恶。咦，怎么回事？算了。好，这个暗部的眼睛是比较暗的，是很正常的。但是亮部的眼睛，它的这个两个眼睛的明暗关系和它的脸部的明暗关系也差不多呀。这个像我们这个同学，他的这个脸部明暗关系处理的就很好，但是这个眼睛，我们不要把眼睛要把眼睛也考虑到，他的眼睛也是会受到一些光照的，对不对？这个眼睛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明暗的变化，这样它整体才会和谐很多。好，这个眼睛，然后眉毛，这个眉毛也是稍微注意一下。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然后就是这个也是在这个在我们要在这个黑白关系差不多的基础上再去画。我这个同学还是这个头发画的没什么问题，然后发丝也还行，有一点太乱了，可以稍微再修。就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主要问题还是这个眼睛画的好很重，太重了。看一下，这个眼睛也是稍微不要画的这么重。整体这个眼睛整体都是浅一点。你画浅一点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刚另一只眼睛也是的，画有点太重。哎呀，我们原来取的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委婉，对吧？其实这个稍微这样也可以。然后你在这个底色取的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基础上，再去稍微的去提高一下它的纯度，去增加它的这个眼睛的质感。反正其实这样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像这个眼睛还可以再颜色可以再明亮一点。像这题的话，有一个明显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眼睛这个颜色的参考，在这个眼睛这个颜色在参考图里边没有明确的参考，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勾边不要这么意图太明显了，你这个勾边的意图，我们要委婉一点，要稍微过度的这个过度要这个矜持一点，不要稍微隐蔽一点，就是像这个埋伏在这个周围的这个卧底一样，不要太这么明显。它只是起到像我们这个边缘的话，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起到一个增加画面效果的作用。但是你不要把主体的这个抢掉了，不要把主体的不要比主人还要强劲。对吧？其实像这种边缘的这个，只要有一点点就已经很，像这个边缘只要有一点点，它就已经很抢眼了，不要这么突兀。对，还有像这个边缘处，你可以适当的去减少它的这个颜色的太多的复杂的变化。你要把这个视觉中心聚焦到这个中间画面中间来，比如说。这里可以增加一点这个色彩的变化。它的头部的周围增加一点点色彩的变化，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色彩变化就可以了，不用整个把它这个边缘描的很重啊，这样会失去重心，失去视觉重心，把这个整体全都把这个别人的关注点全都放到别的地方去了，对吧？这个是这个同学，然后还是这个颜色区的美女，还是这个和前面同学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你的笔触有一点明显，这个笔触也还可以稍微再处理的再细致一点，但是还好，比前面的同学好一点，好吧？我们精益求精一下，就是笔触方面的问题。
盖上去有你，还好，还可以。阴影下的眼睛比光下的眼睛更浅啊，不是更浅，因为这题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这个涉及到一个亮灰暗纯和亮纯暗灰的这个问题。我们上课的时候有强调过，就是想把这个关注的重点放在这个亮部的眼睛上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主观的下意识主观的把这个暗部的眼睛处理的更浅了。我们让这个有一个视觉中心，那么我们就是主观的让视觉中心放在这个亮部的眼睛上面了。如果你想把这个视觉中心放在这个阴影部分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反过来处理，把这个亮部的眼睛的这个纯度降低，把暗部眼睛的纯度升高，这个是我们主观处理的结果，好吧？好，这个是第一个这个的问题啊，这个是这是我画的嘛？啊，这是我上课示范。好，那么我们这个第二题，我们同学还是第一题的这个第一小题最基本的那个第一小题没有画，我建议我们同学还是画一下，因为像这个我们同学要清楚我们老师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就比如说像这个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你的这个衣服，这个衣服很明显它是画的那么怎么画这么白？画的有点太白了，好吧？周围的如果环境色是主要是一个红色的话，那么首先出发点，我们这个同学问题有点大哦，你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我们抽到这个同学，你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老师上课时候的作业到底是怎么做的，因为我上课作业基本上都有示范嘛，然后具体怎么去做也给大家一步一步示范过了，我们同学可以再这个仔细的去看一下，好吧？因为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大。就比如说你没有做的第一个题目，那么第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同学在做这题的时候的问题就很明显，就是这个白色很突兀，没有统一色调。我们这个最基本的东西，统一色调没有统一，就开始去画这个开始去画其他的颜色，这个当然这个问题肯定当然就会有出现一点问题哦。好，然后还有个大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眼睛不要把本来的颜色搞没了。就比如说像这个眼睛，它本来是蓝色，对不对？本来是蓝色，它受到红色影响，是不是颜色会偏紫呀？颜色是不是应该往这个地方去？那么它的这个阴影部分，它稍微有一点阴影部分的变化。好，这个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你再去增加一些这个其他的变化。那么我们这个同学的这个背景的颜色也是没有重点，好吧，颜色不要去这样过渡。先把我们建议同学还是这个同学还是先把上一题的这个能够稍微掌握一下，或者是把上一题的这个做好，然后再去做下面这个同学有点跳步骤了。再比如说像第二题这个也很明显，你的这个色调完全没有统一。就比如说像这个衣服就是很白的颜色，但是皮肤又很灰，对不对？整体的颜色也很不协调。那么，而且我也看不出来你的这个主色调。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前面的同学，他们虽然说有一个颜色变化，但是它是在一个主色调基础上，比如说像这个是像一个黄色或者是黄绿色的这个主色调的基础上再去进行一个变调，对不对？然后像这个
像这个，哎，怎么又是这张？像这个同学，它的主色调也是一个偏浅的这个粉绿色的这个是主色调，对不对？但是他们都有一个主次，但是我们这个同学他就是所有颜色都很重，每一个颜色都对我重拳出击，没有，每个人每个颜色都想当老大，每个颜色都想跳出来，对不对？你要有一个主次，先有一个主次，也就是你先把第一题做好，你先把它基本的底色先确定，然后再去搞这些东西，然后再去加更多更细的这个色调变化。比如说像这个衣服，很明显它不像是白色的衣服，对不对？那么你的这个衣服配合你的这个肤色，是不是这样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像是白衣服？不是，是相对来说更和谐一点。哎我天！好，我们要去找这个感觉。先去统一色调，然后先把白衣服真的画成合适的白衣服，然后再去搞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我们同学两种光如何处理？这题跑偏了也有一点大，我们看要注意老师的要求啊，我们是最好是用课内的这个参考，因为你找的参考不一定适合去当参考。比如说这张图就不适合去当我们这个打光练习的参考，因为它基本上没有打光，它只是它主光源，像这张图它主光源是什么？它主光源。像主光源，我同学自己也发现了，它有两种光，对不对？那它这个主光源是什么？它主光源可能是大概是在正面有一个光照，然后他整个人脸上的投影只有这一块它的投影，对不对？它这块投影，它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投影，它基本上只有这里有一个车子的投影，然后这里是什么呢？这里是周围的这个环境氛围光，对不对？它这个像这个侧脸会有一点，这里有一点点暗，然后这里主要是照到这个侧面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红光。那么你再去打这个光的时候，它基本上它的这个身上是没有光的。那么像这种光，它应该它像这种光，它不是它的主光源。我们同学这个分析，它主光源不是。如果是像我们同学这样画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主光源应该是从这个地方照过来的，对不对？那但是你看你的参考，这张参考图，它完全不是，它这个光应该是偏向于一个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像它的再比如说它这个身上基本上是一个侧脸，然后这里是一个环境的这个。并不很亮的亮光去打过来，把它的这个暗部这里有一个红色的这个泛光。那么其实这张图就它本身就不适合去做这个做这个打光的这个参考。然后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研究一下的话，像这种像这种氛围光，首先它还是我们就假如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测光的话，那么你的这个首先我们把这黑白关系搞清楚。好，既然是这样照，那你这个脖子是不是也要全都在这个暗部，全都在暗部，对不对？然后，好，然后这个手应该也在暗部。我们的这个，我们去做2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整体，好吧？你先把基本的2分做好看了，然后再去
考虑更多的东西。我们上课的时候不是讲了吗？先把两个基本的，一个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有讲过，你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清楚。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个球，就是这个球受到一个直射光，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对不对？这是不是最基本的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先要把这个搞清楚，然后再去这个最基本的，然后再去想这个什么这里，对不对？首先把这个打光，我们假设它光是这样，就假设它确实是这样照的，那么它头发是不是？那就不要受到这个参考图的影响，对吧？它的头发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明暗的这个变化？它的头发也有一个明暗的变化。那么侧面的这个光的话，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合理一点？好，然后你再把这个光搞清楚的这个基础上，然后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环境光。首先第一点，这个光，这个光它是光，你不要把它画得太暗。好，因为为什么你画不像呢？因为这个 Q 版小人他没有鼻子，对吧？你这个人为什么这里的鼻子这个光很亮？因为它有鼻梁，它有它有鼻影，然后它是因为它的鼻子朝向正好这个鼻子这里有一个侧面正好直面向这个光源，所以这里会很亮。但是你这个我们给的这个图，这个人是 Q 版小人，他没有鼻子，所以他可能他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同学画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很疑惑。就其实如果有鼻子的话，它才是这个样子，好吧？然后周围受到一些这个红色的光，注意它的这个明暗关系不要变得太多。好，然后这个衣服也是。好，这个光，注意它的光源是从侧面照过来的。好，然后，其实它的这个光的话，它的亮部应该没这么亮，因为它整体的这个光，它整体的这个整体没有太明显的。像这张，如果想还原这张的感觉，它整体是没有太明显的黑白变化，因为它这个阴影部分只有这么一点点。如果你这里全部都是和这里一样的阴影的话，那么它整体的暗部就太多了，可能就会和原来的图片不太一样。我们要做出取舍，然后在思考过后做出取舍。好，然后就是这个像这里的这个光，可以稍微处理的再细腻一点，不要用涂抹，基本上最好不要用涂抹，少用涂抹。你可以稍微用这么一点点，但是最好还是不要用涂抹，因为我们同学不会用涂抹的话，就还是不如不用，对吧？然后像这个边缘，稍微注意一下边缘。好像这个发丝有一个背光效果，注意这个头发丝处理可以稍微细腻一点。
好，这个是第一章的这个，你把这个光照挪到旁边去。好，这个是光照，这个是灯光。好，然后这张也是不要用涂抹。我们根据自己情况来说，像这个同学的情况就是不要用涂抹。我刚刚看到你的这个图片之后，基本上通篇都在涂抹，通篇都是模糊，对吧？那么我们这个同学要做的就是不要再用涂抹了，不要再抹了。你要我们再去用涂抹之前。用涂抹它不是去逃避，用涂抹这个功能它不是去逃避这个色彩的过渡，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过渡。但是你在能够更好的过渡之前，你首先要学会过渡，对吧？学会过渡就是像老师上课的讲的一样，就是学会把你的这个色块归纳，把色彩归纳成这个色块，然后用简洁的这个色块把你的每一部分的颜色概括出来，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在你能够把色块简单概括的基础上，然后再去涂抹，好吧？千万不要再去涂抹了。好，你看像这样稍微加一点硬边，是不是比刚才通篇都是涂抹要好很多？涂抹，所以这个同学就是涂抹打咩，不要涂抹，好吧？其他没什么大问题，颜色找的也还可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色块的这个细节。好，细化的话，我们同学还是注意一下我们讲的，我们上课的时候讲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示范的时候也有，示范的那张图片的时候也有，就是这个细化方面，它的头发丝的细节也可以稍微再加这么一点点，这个有点色块有点太简单了，好吧？然后再比如说这个脸部你要自己去找到这个颜色，然后把它这个轻轻的涂上去，千万不要再涂抹了。小色块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合适的这个色块摆好就可以了，对吧？其实你看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过渡，有虚有实才会，其实可能看起来会更好看一点。再比如说像这里的红色，这里有这么多红色吗？我们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环境色是不是绿色呀？红色的话，其实没有这么多红色。好，这张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眼睛，我们同学还是建议同学先把第一题稍微做一下。这个眼球整体要稍微的融入一下黑暗里面去，然后眼眶的这个颜色不要这么重。这样颜色可能看上去会更自然一点，没有那么死。这个是我们今天抽的几个同学，像这个同学最主要的就是颜色画的太重了，颜色太重了，颜色要轻一点，要画的委婉一点，颜色取色委婉一点。
我们出现在这里，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你分析的这个光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地方其实也还是，如果是这样照的话，其实这个脖子也还是照不到什么光。它应该是像，它应该是这样。那么如果是从这里照过来的话，那么它的头，它的阴影部分应该是这样的阴影部分，对吧？然后它这个脖子和头是一样的，它如果从上面照过来的话，它的这个脖子会被脸部的阴影挡住；那么从下面照过来的话，它的脖子还是会被头发和这个身体的阴影基本上挡住。我们注意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它整体的形状其实还是这样的，对不对？只不过一个是这样照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样照的，还有一个是这样照的。然后这里的这个阴影就相当于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阴影，对吧？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是其实像一个对称的两个球体摆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个人体看成是两个球摆在一起，从上面照都是可以的。最主要是这张参考图找的不太好，好吧？它可以做氛围参考，但是如果你想可以做氛围和色调参考，但是如果你想从这张图去参考打光的话，就会很困难。然后我们这个问题主要是取色要轻一点，取色轻一点。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抽的同学，VIP 的同学，今天教的 VIP 的同学，还有今天6点之前教的这个抽的几个这个普通班的同学的，这是今天的。